墨镜一戴，腰背挺直，往皇家包厢中间一坐。11岁的夏洛特公主直接贡献了今年温网最出圈的一张神图。明明是跟着爸妈哥哥来看球的小孩，气场却压过了周围一圈大人。网友直呼伊丽莎白女王的基因果然不会骗人。7月12号，温网男单决赛这天，威尔士一家4口亮相中央球场。凯特一身橄榄绿裙，优雅大气；威廉乔治父子装沉稳养眼。可全场目光最后都落在了穿宝石蓝裙的夏洛特身上。这哪是普通的王室观赛，这分明是英国王室新生代的一次公开亮相。13岁的乔治初显少年模样，11岁的夏洛特已经自带女王气场。两个孩子站在凯特、威廉身边，你能清清楚楚看到什么叫传承，不是王冠头衔那种虚的，是刻在举手投足里的从容，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教养，是褪去稚气后的落落大方。先从当天的造型说起，一家子各有各的看点。凯特王妃这次选了一件 Amelia Wickstead 定制的橄榄绿修身连衣裙，设计感特别足，袖口做了凹槽剪裁，露出一小截手腕，单肩还有垂坠的围巾设计，走路的时候轻轻飘动，鱼尾裙摆贴合身形，优雅又大气。脚上踩的是 Ralph Lauren 棕色高跟鞋，手里拎着 Demalia 皮革小包，配色跟裙子的橄榄绿呼应的刚刚好。配饰也很有讲究，戴了一对范克雅宝的耳环，跟同系列的项链是一套的，手上叠了一只出镜率很高的金色开口镯，胸前别着温网标志性的紫色蝴蝶结胸针，跟前一天女单决赛那身大红裙比，橄榄绿这套更显从容松弛。很多网友直接评了今年温网最佳着装。44岁的凯特经历过抗癌治疗，再重新回到公众视野，身上那种温柔又坚定的气质，比年轻时更有味道。威廉王子穿了经典的藏青色西装，搭配浅色衬衫和条纹领带，标准的王室男士正装，沉稳绅士。旁边的乔治几乎是爸爸的迷你翻版，同样深色西装加条纹领带，父子俩站在一起，穿搭完美呼应，画面特别和谐。乔治这2年是真的窜个子，眼看就要满13岁了，目测都快赶上妈妈凯特的身高了，大长腿基因藏都藏不住。不过最吸睛的还得是夏洛特公主。小姑娘当天穿了一件宝蓝色荷叶边连衣裙，腰间系带收腰，荷叶边袖口精致又俏皮，颜色选得特别巧。凯特平时最爱穿蓝色，这次把本命色让给了女儿，自己穿了橄榄绿，母女俩一蓝一绿站在一起，既不撞色又特别和谐。脚上穿的是今年君主官方生日庆典刚穿过的白色芭蕾舞鞋，软乎乎的，跟裙子的俏皮感很搭。发型更是亮点，夏洛特留了一头长度可观的金棕色长发，柔顺有光泽，发尾烫成了跟妈妈同款的美人鱼大波浪，头顶半扎成公主头，剩下的长发披在肩上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小姑娘特别爱惜自己的发型，全程小心翼翼护着，低头的时候会顺手落一下，生怕乱了。老粉都懂，这就是小女孩开始爱美的信号。以前那个随便扎个马尾就跑的小丫头，现在知道臭美了。配饰也藏着小心思，手腕上戴了一条 Ted Baker 的镀金合金手链，上面挂着镶钻蝴蝶结、水滴形仿珍珠、镂空爱心，还有立体5班花，元素丰富但不杂乱，特别适合小女孩。这条手链价格很亲民，可夏洛特戴在手上，硬是带出了奢牌的感觉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同款又要被抢空了。夏洛特效应可不是说说的，她穿什么火什么，跟当年戴安娜、现在凯特的带货能力简直是一脉相承。落座之后更绝，温网主办方给每个人发了白色宽檐遮阳帽，夏洛特戴上之后，刚好露出半张脸和蓬松的卷发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兄妹俩都戴了帽子，还特意转过头对视了一眼，两个人对着笑，顽皮又可爱。夏洛特难得戴帽子出镜，不是自己准备的那种，就是现场发的普通遮阳帽，可她戴上去就是特别好看，果然颜值高戴什么都加分。还有那张刷屏的墨镜照，一家3口都戴了黑超，夏洛特稳稳坐在 C 位，坐姿笔挺，神态从容，隔着墨镜都能感觉到那股子淡定劲儿。网友都说这张图女王味冲出屏幕，小小年纪气场就这么强，长大了还了得。入场前还有个特别暖的小细节被媒体捕捉到了，
就在一家人准备走进中央球场的时候，威廉和凯特同时侧过头，分别问了乔治和夏洛特一句 "Are you OK?" 就4个字，简单又日常。明明是温网决赛这么大的场合，两个父母第一反应不是提醒孩子注意礼仪，好好表现，而是先问他们舒不舒服，紧不紧张。就这一句话，能看出来威廉凯特的育儿底色，孩子的感受永远排在规矩前面。进场的时候，威廉更是全程进入护娃模式，一只手轻轻搭在乔治的胳膊上，引导他往前走，另一只手护着夏洛特的后背，怕人多挤着孩子，没有刻意摆拍，就是父亲本能的保护动作，自然又温暖。说真的，夏洛特的气场真不是装出来的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从容。整场比赛3个多小时，皇家包厢里几百台镜头对着，周围全是名流政要，换普通小孩早就坐不住了，要么黏着爸妈，要么闹脾气。可夏洛特全程状态在线，该鼓掌鼓掌，该专注专注，被镜头拍到也不慌。精彩球出来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拍手，喊得比谁都大声。遇到关键分，他皱着小眉头盯着场地，比选手还紧张。摄像机对到脸上拍，他既不躲也不刻意摆姿势，转过头跟哥哥说句悄悄话，说完自己捂嘴笑，自然得不行。后来他跟凯特聊天聊到一半，突然发现自己上了现场大屏幕，母女俩对视一眼，咯咯的笑出声，那个害羞又开心的小表情，不知道萌化了多少人。这段视频在网上传疯了，网友都说抛开头衔，他们就是一对普通的母女，一起看球，一起八卦，一起笑，太美好了。夏洛特笑的时候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看着妈妈的眼神里全是崇拜，那种女儿对妈妈的依恋和骄傲，装不出来。最难得的是这种松弛感，她知道自己是公主，知道有镜头在拍，但她不会端着架子硬凹，也不会因为紧张就缩起来，该有的礼仪一点不差，挥手问好，起身致意都规规矩矩，可该有的孩子气也一点不少。笑的时候捂嘴，紧张的时候皱眉，跟哥哥咬耳朵，就是一个正常的11岁小女孩。见德国联邦总理的时候也不怯场，大大方方问好，握手，举止得体，完全没有小孩子的畏缩感。都说夏洛特像伊丽莎白女王，其实长相更像爸爸威廉。真正像女王的是那份气场，站在那儿不说话，就自带一种我很稳的感觉。这可不是天生的，是从小熏陶出来的。凯特威廉的育儿方式，在王室里一直是出了名的接地气，不会因为是王子公主就宠上天，也不会用死板的规矩把孩子捆住，而是在日常生活里一点点教礼仪、养习惯，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孩子的天性。你看现场的互动就知道，这一家子的氛围特别好。入场的时候，威廉特意放慢脚步，跟夏洛特并排走，低着头听女儿叽叽喳喳说话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特别耐心。一个未来的国王，在女儿面前就是个普通的宠女儿老爸，满眼都是温柔。都说威廉是女儿奴，真不是瞎说的。从夏洛特小时候起，抱得最多、牵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小女儿。现在女儿长大了，还是愿意放慢脚步陪她聊天。落座之后，还有一段父女私语被镜头抓了个正着。威廉侧过头跟夏洛特说了句什么，小姑娘本来还挺严肃的表情一下子就软下来，抿着嘴笑，特别乖。没人知道威廉说了什么，可能是逗她，可能是跟她讲球员的故事，就是那种父女俩才懂的小秘密，特别暖。威廉对女儿的宠溺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，是放慢的脚步，是俯身倾听的姿态，是看女儿时眼里藏不住的温柔。凯特就更不用说了，整场比赛，她时不时侧过头跟夏洛特低声说话，要么给女儿讲解场上的战术，要么说两句悄悄话开玩笑，母女俩头挨着头，特别亲昵。凯特还会伸出手指着场上，一点点给夏洛特讲局势，讲哪个球员是什么打法，这一分关键在哪里。夏洛特就仰着小脑袋认真听，听完腼腆一笑，画面温柔的不行。中间还有个特别软的瞬间，凯特伸手轻轻摸了摸夏洛特的脸，大概是看女儿热了或者出汗了，顺手帮她撸了下碎发，动作自然又宠溺。母女俩还拿着同款白色折扇，热的时候一起扇风，动作都神同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对姐妹花。同款大波浪，同款墨镜，同款扇子，
夏洛特简直就是迷你版凯特，而且青出于蓝，小小年纪就有妈妈的优雅劲了。夏洛特偶尔做个鬼脸，凯特就跟着笑，满眼都是宠溺。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王妃和公主，就是一对一起看球、一起八卦、一起笑的普通母女。最有意思的是兄妹俩的互动，夏洛特全程挨着乔治坐，看到精彩的地方，转头就跟哥哥分享，两个人凑在一起嘀嘀咕咕，说完一起笑。乔治戴帽子戴不好，摆弄来摆弄去，把帽子摘了戴，戴了摘，自娱自乐，跟个小顽童似的，逗得旁边妈妈和妹妹笑个不停。夏洛特笑得最厉害，捂着嘴都快笑出声了。乔治平时在外人面前挺拘谨的，也就跟妹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才能彻底放开，露出小孩子的本性。说起来，这对兄妹的相处模式特别有意思。凯特之前就透露过，夏洛特在家里管着乔治，是一家之主，哥哥都得听他的。可真到了外面，两个人又是互相照顾的状态。去年温网就有个细节，比赛现场突然发出一声巨响，乔治愣了一下，夏洛特立刻用膝盖轻轻碰了碰哥哥，像是在说别怕，我在呢。反过来乔治也有保护欲，有别的小男孩盯着夏洛特看的时候，乔治会本能的往妹妹那边挪一点，活脱脱一个护妹狂魔。去年阿卡输给希娜那场球，乔治气得脸都红了，全程闷闷不乐。夏洛特自己也不开心，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注意着哥哥的情绪，时不时瞟一眼乔治，安安静静陪着，也不闹。兄妹俩就是这样，平时打打闹闹，真有事的时候，第一个站出来的永远是对方。乔治这孩子其实从小就有点社恐，公开场合容易紧绷，不像夏洛特天生大方。可这次温网亮相，他明显放松了很多，笑得特别灿烂，两颗小兔牙都露出来了，特别可爱。有妹妹在旁边，他就自在多了。兄妹俩的感情是真的好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出席活动，哥哥护着妹妹，妹妹陪着哥哥，这种陪伴感是王室里特别珍贵的东西。说到看球，夏洛特可是个实打实的小网球迷，而且有自己的偶像。他的本命是西班牙选手卡洛斯·阿尔卡拉斯，也就是大家说的阿卡。凯特之前采访就爆料过，说夏洛特现在迷上了阿尔卡拉斯，会模仿他的庆祝动作，还嚷嚷着要学打网球。威廉也开玩笑说，家里多了个阿卡球迷，现在看比赛都得支持西班牙了。去年温网男单决赛，阿卡对希娜，兄妹俩本来满心期待偶像夺冠，结果最后希娜赢了。当时乔治直接气红了脸，夏洛特也耷拉着小脸，难得一见的不开心，表情管理当场下线，特别真实。今年就不一样了，阿卡因为前臂受伤没来参赛，偶像缺席，夏洛特就变心支持希娜了。当然也可能是两个都喜欢，毕竟小孩子嘛，看谁打得好就为谁加油。比赛的时候他看得特别投入，希娜打出好球他就使劲鼓掌，兹维列夫追分他就皱眉头，情绪跟着比赛起起伏伏，完全是真情实感的小球迷。最后希娜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扳3盘，成功卫冕，夏洛特也特别开心。赛后威尔士一家4口还去了球员休息室，跟希娜面对面交流。夏洛特站在那儿认真听希娜说话，眼神里带着崇拜，特别可爱。凯特还跟希娜握手祝贺，亲手把挑战杯颁给她。作为温网皇家赞助人，这套流程凯特熟得很。说起来，温网对威尔士一家来说，早就不只是一项赛事了，更像是每年固定的家庭活动。凯特2016年接任全英俱乐部皇家赞助人，10年了，年年必到，颁奖、观赛、跟球员交流，对这项运动是真的热爱。现在他又把这份热爱传递给了孩子们。乔治·夏洛特从小就跟着爸妈来看球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也成了网球迷。这种传承特别美好，不是什么宏大的王室责任，就是妈妈喜欢网球，就带着孩子一起看，一起聊，让他们在轻松的氛围里接触运动，感受体育精神。夏洛特说想学打网球，凯特也很支持，说不定再过几年，我们就能看到公主下场打球了。聊完了夏洛特，再说说乔治，这个马上13岁的小王子，变化也特别大。2年前看温网的时候，
他还是个圆脸蛋的小男孩，今年再出来，脸型都长开了，个子窜了一大截，穿上西装，打上领带，真有几分少年王子的样子了。不过骨子里还是孩子气的，坐久了就开始玩帽子，把遮阳帽摘了戴，戴了摘，自娱自乐，逗得旁边妈妈妹妹笑个不停。很多人说乔治性格内向，公开场合容易拘谨，其实这很正常。他是未来的国王，从小就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，比一般孩子想得多，也更谨慎。可你看他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放松得很，会笑会闹会搞怪，就是个普通的少年。威廉·凯特也特别注意保护他，不会逼他过早的承担太多，该上学上学，该玩就玩，让他有一个正常的童年。再过几个月，乔治就要满13岁了，9月份就要入读伊顿公学，跟爸爸威廉当年一样。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，从孩童期进入少年期，慢慢开始接触更多王室事务。这次温网亮相，也算是他少年时代的一次公开亮相，看得出来，小伙子已经在慢慢适应自己的身份了，虽然还有点腼腆，但比以前从容多了。乔治和夏洛特的兄妹组合也很有意思，哥哥内敛稳重，妹妹大方外放，性格刚好互补。以后乔治继承王位，夏洛特就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就像现在的威廉和安妮公主一样，一个主内，一个主外，兄妹联手撑起王室。现在已经能看出苗头了。公开场合，夏洛特更活跃，乔治反而更沉稳，两个人配合的特别好。至于路易小王子，这次没来，也正常。8岁的小男孩正是坐不住的年纪，温网决赛动辄3个多小时，又热又闷，让他安安静静坐那看球，估计半场就得闹着要走。凯特威廉也是考虑到这点，把他留在家里了。小路易在家说不定还挺郁闷，毕竟哥哥姐姐都出去玩了，就剩他一个人。不过没关系，等再大2岁就能跟着一起去了，到时候威尔士一家5口齐亮相，场面肯定更热闹。其实每次看威尔士一家出席活动，最打动人的不是华丽的衣服，不是尊贵的头衔，是那种真实的家庭感。你看，威廉会放慢脚步听女儿说话，凯特会跟女儿开玩笑笑到迷眼，乔治会玩帽子逗妈妈妹妹开心，夏洛特会跟哥哥咬耳朵捂嘴笑。这些细节跟王室身份没关系，就是普普通通一家人该有的样子。很多人对王室的印象还停留在刻板、规矩、冷冰冰的层面，可威廉·凯特这一家正在慢慢改变这种印象。他们带孩子去逛超市，去游乐园，吃汉堡，让他们上普通的学校，跟同学正常交往。礼仪和教养是要教的，但不是用条条框框把孩子困住，而是在日常生活里潜移默化。说起来，夏洛特从小受的教育真的是润物细无声。2岁开始上皇家礼仪课，学屈膝礼，学鞠躬，学正式场合的行为规范。3岁开始学芭蕾，后来又接触钢琴、骑马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。语言上更是双语教学，凯特在家亲自教西班牙语，夏洛特3岁就能用西班牙语数数了。可你看他，从来不会因为学了这些就端着架子，该调皮调皮，该笑就笑，规矩刻在骨子里，童真写在脸上。最难得的是威廉·凯特拿捏的那个度，叫礼仪但不压抑天性，给身份但不搞特殊化。有一次圣诞活动，夏洛特走神忘了给女王行屈膝礼，凯特也没当众批评他，只是用脚轻轻碰了一下提醒。小公主立刻反应过来，提着衣角行礼，动作还有点生涩，但特别认真，既教了规矩，又照顾了孩子的自尊心。这种教育方式比板着脸训话管用多了。所以夏洛特的落落大方不是练出来的，是在充满爱的环境里自然长出来的。他知道自己是谁，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但他不用端着，不用装，因为爸妈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，让他可以从容地做自己。这才是最好的王室传承，不是传下多少珠宝、多少头衔、多少宫殿，是传下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，刻在骨子里的教养，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他人的尊重。伊丽莎白女王把这些传给了查尔斯，查尔斯传给了威廉，现在威廉·凯特又在传给乔治和夏洛特。一代一代，不是靠规矩压出来的，是靠爱和陪伴养出来的。你看夏洛特才11岁，站在人群里就有那份笃定感，
不慌不忙，不卑不亢。她不用刻意摆公主架子，因为从小到大的教育告诉她，尊重别人，做好自己，就是公主该有的样子。很多人喜欢夏洛特，不只是因为她可爱有气场，更是因为在她身上能看到一种很舒服的成长状态，被好好爱着，也被好好教着，既有小孩子的天真活泼，又有超越年龄的从容大方。这种状态比任何华服珠宝都珍贵。温网每年都有，可看着两个孩子一年一年长高长开，从奶声奶气的小娃娃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和沉稳少年，这种见证成长的感觉特别奇妙。再过几年，乔治就要上大学，开始承担更多王室职责，夏洛特也会慢慢长成大姑娘，有自己的兴趣，自己的想法。但不管怎么变，有一点不会变，他们是威尔士的孩子，是在爱里长大的王子和公主。就像今年温网这张全家福，阳光正好，一家人整整齐齐，笑着闹着，就是最好的模样。王室传记作家 Robert Hardman 说过一句话特别准，夏洛特身上绝对能看到曾祖母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，她有务实理性的常识感，比起追求镜头前的华丽表现，更显得稳健且富有责任感。这句话放在11岁的孩子身上可能有点重，但你看他在温网的表现，守规矩但不木讷，懂礼仪但不僵硬，被关注但不浮躁，确实有那么点女王年少时的味道。当然，现在说什么女王接班人还太早，夏洛特毕竟才11岁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威廉和凯特的教育下，这个小姑娘会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慢慢长成一个独立、自信、有担当的人。至于是不是像女王，会不会成为王室的王牌，反而没那么重要了。最后想说一句，所谓王室的传承，从来不是王冠有多重，宫殿有多大，是妈妈把喜欢的运动分享给女儿，是爸爸放慢脚步陪孩子聊天，是兄妹俩一起长大，互相陪伴，是一代又一代人把温柔、坚定、从容这些美好的品质悄悄传下去。你喜欢夏洛特公主这次的温网造型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